送走了马兰一家，陈丽萍这原本温馨的一家4口，表情都顿时变得有些漠然。陈丽萍的表情有些冷峻，而另外3人则是一种演出终于结束，终于能休息放松一下的感觉。陈丽萍拉着脸回到房间里，径直往沙发上一坐，抬眼看着满劲山、满英杰2人，抬手便将一个玻璃杯砸到了2人脚下，吓得2人不约而同的原地向后跳出老远。紧接着陈丽萍便破口大骂道：你们这2个王八蛋就他妈知道喝酒喝酒，他妈的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见到酒就跟见到爹一样，闻到酒味儿准把你们2个魂都给勾没了。正是要紧你们俩不知道，要是还他妈改不了这个臭毛病，就都给我从哪来的滚哪去吧。说着他又指着那个30岁左右的孙慧娜冷声骂道：还有你，就他妈知道低着头玩手机，那他妈的破手机里有什么好玩的？玩手机能他妈给你玩出钱来吗？3人被骂得有些措手不及，年轻的满英杰有些紧张地解释道：梅姨，我俩这不是觉得你跟那个姓马的已经聊得差不多了吗？您老亲自出马，我们3个除了陪衬之外也没什么其他用处啊，与其了多错多，少不如的说话来少说，稳妥。放你妈的屁！陈丽萍冷声道，这次要是马兰自己来的倒还好说，关键他还带着他女儿女婿，万一让他们俩看出什么端倪怎么办？日韩那边的客户现在都等不及了，我现也没别的骡子可用，要是马兰再出什么差池，上头怪罪下来，我他妈饶不了你们。年纪大一些的满劲山连忙说道：梅姐，我看那马兰被您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事儿应该稳妥，到时候让老徐见面之后再使点劲儿，这事儿肯定就成了。陈丽萍冷冷道：马兰我倒是不担心，我就担心他那个女儿女婿会坏事。说着陈丽萍又道：我之前一直以为马兰这女人说她在金陵住汤臣一品，开劳斯莱斯是吹嘘的，但今天看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女儿女婿一点表情也没有，应该大概率是真的。满劲山惊讶地说道：要是能在金陵这种地方住得起汤臣一品，开得起劳斯莱斯，那证明这个马兰的家庭背景不一般啊，咱们把他当成骡子用，该不会出事吧？出事？出什么事？陈丽萍冷哼一声道：我们这房子的租期差不多该到了，普罗维登斯这1亩3分地也算是让咱们玩透了，就像那些游牧民族，一块草场啃完就换下一个了，10年8年之内不会再回来。再说我们用的全都是假身份，谁能查得到我们？是啊，一直没说话的孙慧娜连忙说道，而且咱们又不是直接交货的人，交货由徐阿姨那边操作，这是梅姨给咱们设的防火墙，就算真出事了，也是徐阿姨先出事儿。更何况徐阿姨一家老小都在美国，事如果真出到她的头上，她肯定不敢把我们给点了。再说除了1级谋杀之外，其他罪名基本不可能被判死刑，她要真出事儿了，最多也就是个终身监禁。她为了一家老小，绝不会把我们供出去，不然上面肯定会拿她家人杀鸡儆猴的。陈丽萍点了点头，语气也稍稍缓和了些许，淡淡道：就算老徐出事也不要紧，他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，就算查也很难查到我们头上。满劲山又问梅姨，要是那个马兰成功把货带到港岛，咱们要不要再安排人绑他一波？毕竟他家底子还挺厚的，不能这么白白放走啊。陈丽萍冷笑道：那是自然，让他帮我们带次货，成功了也就是100万美元而已，要是把他绑了，说不定能敲个几百万美元出来。不过这还得等他成功抵达港岛之后再说，万一他在纽约就被抓了，那就屁用也没有了。
说罢，陈丽萍站起身来，开口道：“我去报走队了，那边还有个来美国探亲的老头子，最近老跟我眉来眼去的。过2天也要回去了，感觉使劲应该能拿下。你们准备一下，去西雅图华人区考察考察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大房子，有的话租下来。等我把这老头搞定，咱们就转移到西雅图去。”满英杰连忙道：“梅姨，西雅图有点太远了吧？这一东一西好几千公里。”陈丽萍冷声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每一次换地方，就是要越远越好。等西雅图完事之后，就暂时离开美国，去多伦多和温哥华再转一转，今年年内就不回美国了。”说完，他盯着满进山、满英杰冷声道：“你们2个要是再这么嗜酒如命，以后我就不带你们了，你们还是滚回缅北去吧。”2人慌忙保证道：“您放心，我们俩以后再也不贪杯了。”陈丽萍随后瞪了孙慧那一眼，后者吓得直接打了一个哆嗦，连声说道：“梅姨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玩手机了。”陈丽萍见3人都做出保证，表情这才缓和些许，冷声道：“我走了，你们抓紧时间收拾一下。”满英杰这时候忽然收到一条信息，打开一看，连忙说道：“梅姨，上次那个周老太太，她儿子的血液配型结果出来了。美国这边有一个病人跟她能配上，买家出价50万美元，不过他要求尽快完成移植，您看怎么安排？”配上了，陈丽萍眼前一亮，惊喜地说道：“你跟他说，如果加急的话，就必须支付80万美元，先付40万美元定金，下周可以去墨西哥做手术，剩下的40万，下手术台之前让家属付清。”满英杰忙道：“梅姨，这个买家的经济情况虽然还不错，但80万美元可能也有些困难。”陈丽萍一脸鄙夷地骂道：“妈的，有困难就去想办法。他要的是心脏，又不是肾脏。为了救活他，老娘得搭进去别人一条人命，80万美元都算便宜他了。而且他要的这么急，把心脏摘了之后，我都不确定其他器官能不能来得及出手。他要是不着急，我倒是还能物色肝肾的买家，到时候一起做手术。他既然着急，那就必须要给我包损。你告诉他，就这个价格，爱要不要？”说着，陈丽萍一甩手，冷声道：“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”